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欢迎来到讲解顶级手套的第2集。上一次我们聊到 Top Glove 因为新冠疫情，所以手套业务赚得盆满钵满嘛，股价也飞涨到历史新高，高到不能再高了。不久之后 ，Top Glove 就迎来了派发红股的时刻，股价也从26令吉调整到8令吉左右。本以为分红过后股票的价格便宜了，可以促进购买潮，谁知道却事与愿违。才2个月不到，其股价就像吃了泻药一样，在1年内从9令吉以上泻至3令吉以下，一泻千里，毫不夸张。但是相信其股价暴跌的原因，大家也应该都清楚吧，而且也在预料之中了。话说 Top Glove 近期的季报又出炉了，不如我们就先看看它的业绩表现吧。Top Glove 在2021年第4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1亿1023万令吉减少了大约32%，至21亿1639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1亿7758万令吉猛跌了48.4%，至6亿0795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全球在大规模接种疫苗后，疫情受到控制和放缓，导致手套的销售量和平均销售价下降。而又很不幸的是 ，Top Glove 也受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暂扣令，禁止其手套产品入口美国。同时又因为雪州的 EMCO 影响而被禁止经营10天，涉及50%的工厂，以及随后一轮的 MCO 期间只能以60%的速度运行，导致营收表现受到影响。至于净盈利的大跌，则是因为营业额下滑了，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下降速度不足以抵消平均销售价的放缓，也是使到净盈利大跌的原因之一。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1年前增加了13.2%，至98亿565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固定资产增加了1/3左右，确实如同管理层所说的，正在积极的增加手套的生产线。公司的库存量就很明显的上涨了，比去年多出了1倍多以上。相信是因为出口到美国的手套遭受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禁止，所以导致公司囤积了大量的货物。不过真正的原因还是要等到公司出2021年的年报时才能知道。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手中握有的现金，跟去年相比似乎有减少的迹象，但是还是处于非常庞大的数目。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则稍微下降了大约1.5%，至24亿762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付款比去年减少了，意思就是公司减少了拖欠供应商的账款。公司的合同负债也是下降的，这是因为手套的销售量和平均销售价下降了，所以客户给公司的定金也跟着降低了。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公司的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有减少的痕迹，是好事来的。况且公司的现金流如此之多，一点点的贷款是不需要担心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公司的股东权益，在留存收益的部分是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因为公司在疫情期间提高了手套的平均销售价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不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库存股这一项是负14亿令吉以上，是公司截至2021年8月份为止用来回购自家股票的总额。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126%，至78亿089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主要的现金流入是因为公司的税前盈利暴增了，但是由于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中有现金流出了，加上税务的费用也暴涨了，所以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被抵消了不少。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就减少了1半左右，因为相比起去年公司将现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中，今年公司却是将现金提取出来，所以一来一往，现金流出就比上一年少了。还有表中也显示这公司在购置固定资产方面是比去年更积极的。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反而暴涨了超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公司这一年派发了大量的股息，高达54亿令吉以上，还有就是用了14亿令吉购买库存股。以2亿股的数量来算的话，公司的股票回购平均价应该在7令吉以上，比起现在的股价来说是天差地别。
看完公司的季报后，其实感觉上还是很不错的。只是随着全球的疫情得到缓解，公司的业绩相信会逐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其实手套行业的股价在疫情爆发时飙涨，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市场对手套的行情太过于乐观，以至于都疯狂在嘉年华盛宴中，而忽视了背后隐藏的危机，最后演变成血流成河，个个体无完肤的状态。不过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难以避免的，毕竟当时不止散户投资者，多家银行和证券机构也纷纷唱好手套股，其中阿宾晃更扬言 Top Glove 的目标价可能超过110令吉。Top Glove 甚至在股价出现调整时大力扶持股价，更动用14亿令吉巨额来回购股票。Top Glove 的老板林伟才因为持有28亿股 Top Glove 的股份而成为目前最大输家。不过现在马后炮也于事无补了。总之呢，各位中招的股民应该要在这次的事件中学习到其中的教训，知道人多的地方是有危险的，并将此优化成日后的投资策略之一，而不是受到挫折就选择放弃投资生涯。要知道，超过90岁的股神巴菲特还在股市中打拼着，我们又凭什么要这么早就气馁？大家就一起加油努力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